那有一个大家期待非常久的功能，就是OK， 好，很久没有讲到苹果相关的新闻了。那最近其实也累积了一些，那我们就来大概讨论一下。这边也很感谢很多观众，就是一直传消息给我，相对我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去跟来源去确认。那我们这边就大致讲到2个大家最近比较常问到的。那我们会先讲到 Apple Watch 指纹解锁啊，或者相机的部分。那再来还有 iPhone 13的消息，越来越多比较可靠的消息出来了。我们现在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如果喜欢这类消息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按赞，然后按下小铃铛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OK， 首先我们先来讲 Apple Watch。Apple Watch 现在有苹果相关的专利流出来，那这个就是在 Patently Apple， 那这个网站就会一直去找苹果可能最近几年或是最近时间有什么相关的专利，或者申请什么相关的专利，那或者是申请通过了什么相关的专利，那大概去猜想分析说这类的产品会在什么时候出来。那其实关于这类的消息，这个网站也一直在做这类的爆料。那准确度我们就先不要去讲，因为其实是不高啦。因为在苹果的专利权申请上面，其实很多就是一些构想、发想的设计啊，它会不会真的实行在产品上，我觉得都还有一段距离。那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过一个相关的专利，就是苹果可能在一个平板的萤幕上面，然后他们有一个 3D 的键盘会从萤幕里面浮出来，或是相关的一些萤幕的框框会从里面浮出来。那这个我记得是好几年以前看到的，那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那我也觉得在很近的将来我们也都还不会看到。OK， 那我们就先来讲回来苹果手表的相关专利。第一个呢，就是关于 Touch ID 指纹解锁。那关于指纹解锁在 Apple Watch 上面的消息也是传得越来越多。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指纹解锁越来越有它的必要性，因为苹果手表已经很接近算是一个独立的装置，那现在又有这种家人分享的功能，可能你帮家中的老人啊或者小孩，你们都会配置一个苹果手表在上面，那它基本上就等于算是一个独立的装置，可能不能像 iPhone 上面做那么多事情，可是基本的通话啊、讯息啊，或者查一些基本的资料都是没有问题。那这种时候呢，现在苹果手表解锁的方式就是用输入密码的方式，我自己是觉得还是有点没有那么方便啦。那当然穿戴式的东西就是你输入一次密码之后，你应该大致上都不需要再去使用它。但是说如果使用 Apple Pay 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层保障，不然你旁边的侧边的钮按2下，基本上别人就可以过来扫描你的 Apple Pay。我觉得这个在安全性上还是有点顾虑，所以我觉得加入指纹解锁，譬如说可能在它的数位表冠上面，或者是在它的萤幕下面，那在你要进行 Apple Pay 付款的时候，它可以再多一层的确认，譬如说你指纹要再放在上面，再做个第2层的认证。我觉得这样在金融方面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家在讲下一代的苹果手表可能会有的一个新功能。那苹果手表我们都知道就是3年一个大改，那这一次的第6代我虽然非常的喜欢，可是我们也可以大概预想到下面的第7代就会是一个大改款，所以呢会不会在这一次的大改款里面又加入指纹解锁，这一点我是非常期待。那第2个专利提到的就是萤幕下面的镜头，那这个它上面讲到是说可能会有搭配 Face ID 的方式，可是以我现在看起来苹果 Face ID 的科技，我觉得如果要把它藏在苹果手表里面，又要有相机又要有 Face ID 的话，我觉得难度还是有一点。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什么新的科技可以把这个东西放进去。那因为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还没有看到这一类的出行机出来，所以如果说要看到苹果手表下面真的有一颗镜头，不管它是要用来拍照还是要用来做 Face ID 的解锁的话，我个人觉得都还有一段距离。那关于这2个专利的话，我个人是觉得 Touch ID 指纹解锁会来的可能比萤幕下的镜头还要快一点，至少在苹果手表这个装置上面。我也会持续跟消息来源去做更多的确认，那如果有更多的消息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再来就讲 iPhone 13。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息可靠的来源他们有讲到就是 iPhone 13的消息。那我们先来讲到今天这集快报的赞助商，就是 JT Legend， 这边要特别来介绍一款给 iPhone 12系列的保护壳Hyper Cushion DX， 在设计上是使用软边框加上硬背板的组合材质，视角的地方有日本专利的 Alpha Gel 防震科技，可以吸收掉冲撞时的力量去保护手机。这种 Alpha Gel 其实也在很多产业可以看到不同的应用方式，比如说 G-Shock 的手表啊，还有亚瑟士的球鞋都有运用这种抗震素材。那我觉得放在防摔壳上面真的也是蛮适合的。在设计上除了防摔之外，我使用上最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喇叭开孔，在下方喇叭的地方有特别做出一个向前的开孔，可以把音效向前导出，实际比对下真的是有蛮明显的效果。所以对很多追剧啊或是玩 game 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应该算是非常的实用，可以增加音效的临场感。
在镜头保护的部分呢，除了手机壳的背后四角都有特别的加高，在镜头边框的地方还有增加了一个保护环，这是可以拆卸式的，买一组壳里面就会另外再附送2个不同款式的边框，所以镜头边框总共会有3组。壳本身的颜色呢，有全透明的选择啊，黑色啊、红色或是蓝色的可以供你选择。那镜头边框的部分也会有一些跳色的设计，有兴趣的观众我会放链接在下方，然后大家可以去购买咯。好，那我们回来讲到关于 iPhone 13，那有一个大家期待非常久的功能，就是120Hz Promotion。那这一次本来是要在 iPhone 12上面就要有，那我们也看到在它的工程机上面看到120Hz Promotion 可以开启或关闭啊，或者要设定自动关闭的这个项目在上面。但是后来我觉得很多因素考量，那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最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电池的续航力，因为如果你要有120Hz Promotion， 就算它现在是可以在60Hz 跟120Hz 之间做切换的话，以60Hz 来讲，它的电力都不太够用了。那如果又让它可以增加到120Hz 的话，我真的就会蛮担心的，它续航力会有多糟糕。那现在讲到的是说，下一代的 iPhone 13或者 12S 应该确认会有120Hz 的 Promotion 在上面，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iPhone 都会有，那可能就会像 iPad 那样的分级，就是只有在 Pro 系列的才会有。那目前苹果的装置也只有 iPad Pro 上面有120Hz 的 Promotion， 使用上来讲的话，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使用习惯。我自己在用 iPad Air 的时候，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没有120Hz Promotion 还可以接受。可是当然，如果你在相对有一台 iPad Pro 在旁边做比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它画起来的笔触感是有一点顿顿的。那至于现在说到在新的 iPhone 13上面的120Hz， 他们会有 LTPO 的功能，并不只是60到120Hz 之间的切换，那可能会更低，就像现在苹果手表一样，有水显萤幕，每一秒刷新1次到每秒刷新120次，这之间会可以做切换。你看你平常使用的应用程式和状况是什么，它在之间去做切换。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或许可以在它静止的时候，它是降到30Hz， 那或者在更低的时候降到1Hz。那我不知道它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电力的问题，因为以设计来讲，我相信在下一代的 iPhone 13，它的整体外壳的设计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改变。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里面就只有那么多的空间放电池。那还有，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就是在下一代的超广角镜头的模组也会跟着增大。这种情况下，它到底什么地方还可以再塞空间放更多的电池、更大的电池？那还是说它真的就是很相信再来的 A15 晶片真的可以做到那么省效，让它同时有120Hz， 然后又有新的镜头模组去占掉空间，然后又放入相同尺寸的电池？那这一点我是蛮想知道，就是说它里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缩小。那其实有个地方，那就是充电口。如果充电口拿掉的话，是可以移出一些空间出来。可是如果真的充电口拿掉的话，我相信会有非常多人不习惯。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是还好，虽然我并不是非常喜欢现在 MagSafe 的充电表现，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苹果可以去调整的。比如说下一代的 MagSafe 可以支援更高的充电瓦数，那某方面来讲的话，就能去弥补掉不能有线充电的这个问题。那有线传输的方式，我个人是其实根本没有在用 iPhone 做任何的有线传输。那 iPhone 里面的 Lightning 里面配的一直都还是 USB 2.0， 那它的速度也真的是非常慢，所以这一点的话取消掉，我觉得是还好。可是我相信有非常多人会非常不习惯。那另一点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耳机 AirPods Max， 那它唯一用有线接 iPhone 的方式就是要透过这个 Lightning 线。那如果你再拿掉的话，等于就是没有有线音讯的部分。那这个倒是还好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还蛮习惯这个无线的世界。所以我们再来几个要注意的点，就是说 120Hz 如果只在 Pro 系列上面的话，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下一代的 Pro 跟 Pro Max 的镜头还会不会有像这一代的差距？如果它在超广角镜头，它的感光元件在增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空间要怎么去运用它，怎么塞入更大的电池，然后 A15 可以有多省效，配上这个 120Hz 的萤幕，让它在续航力又不会比现在这一代还要再糟。因为我觉得从 C Pro Max 到现在12 Pro Max， 其实是续航力上有一点点小失望。好，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关于 Apple Watch， 你们觉得这两个上述的外媒爆料出来的两个专利里面，第一个就是指纹解锁，那这个可能是在它的数位表冠上，那可能是在它的萤幕下的指纹解锁。那第二个专利就是在它萤幕下的 Face ID， 这两个你们觉得哪一种解锁方式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或是你觉得我们都还不会看到？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 iPhone 13 120Hz Promotion。那如果今天他们苹果走的方向是120Hz Promotion 会在 iPhone 13上面，那就在 Pro 系列上面，那所做出的牺牲就是为了放入更大的电池，然后把充电孔拿掉，所以可能2个 Pro 系列都没有充电孔。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你们现在的使用习惯，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以你们现在所使用的无线充电速度，还有你们所知道的 MagSafe 的充电速率来讲，如果没有充电孔的话，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OK， 那就大致上这2个问题，想看看大家怎么想。OK， 好，那今天的快报就先到这边。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想讨论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讲。那我们可以在下一集的时候再来聊这些话题。OK， 好，那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